不值钱的妖妹子。王玉央不知道自己得了第几名，事实上他得了第几名对谁都不重要了。玉央被套了2圈多，人家前6名早就过线了，也许连前12名都过线了。撞过线的女同学该庆贺的庆贺，该撒娇的撒娇，田径场上已经有一点冷清。玉央还在跑，默无声息，却又勤勤恳恳，像一只小乌龟伸长了脖子，卖着他的死力气。有一度王玉央都有点不好意思了，想停下来，高音喇叭却响了。高音喇叭在鼓励王玉央，音调昂扬而又抒情。高音喇叭对王玉央的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赞扬。王玉央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再是王玉央了，身体没了，胳膊腿没了，只是精神，抽象得很，完全是一种身不由己的惯性，还蛮利索的。虽说跑得慢，反而觉得有使不完的力气，反而来劲了。看起来精神的力量实在是无穷无尽，你想停都停不下来。王玉央想，如果这会儿有人给他送了2碗米饭，再加上1杯水，他一定能跑到天黑。天亮之前，完全可以象征性的跑到延安。王玉央撞线的时候，全场的注意力完全转移到了田赛场上，不少同学走下看台，直接来到了田径场内。那个8-1级的高个子的男生正在冲击师范学校的跳高纪录，他是田径场上的明星，师范学校的明星。8-1级的高个子男生知道所有的同学都盯着自己，意气格外的风发。他不停地捋头发，深呼吸，用芦柴棒一样的瘦胳膊做漂亮的假动作，折腾了4-5遍，他开始起跑冲刺。在他全力起跳的刹那，却又放弃了，从横杆的前面小跑了过去。看台上一片尖叫，高个子男生低着头在思考，重新回到起跳点，他又开始捋头发，深呼吸，做十分漂亮的假动作。王玉央就是在这个时候跑过了3000米的终点线。除了终点裁判例行了一下公示，没有人知道王玉央的女子3000米已经跑完了。玉央什么也没有得到，连搀扶的人都没有，连一杯红糖水都没有喝得上。王玉央很惭愧，孤零零地躲在了一边。王玉央的肚子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疼了，他想起来了，自己不只是精神，精神是不会肚子疼的。这一次的疼痛来得相当猛，他刚刚弯下腰去，却在大腿的内侧看到了一条虫子。虫子是红色的，很温暖，软绵绵的，在往下爬，越爬越长，越爬越粗。王玉央吓了一大跳，傻站了一会儿，撒开腿便往宿舍楼奔跑。宿舍里只有王玉央一个人，瞎子一样弓在床上。玉央很疼，关键是冤，力气还没有完全使出来，3000米居然就没有了。玉央相信，如果不是3000，而是10000米的话，他玉央兴许就是第1名了，好歹也能拿到一个像样的名次。直到这个时候，王玉央总算明白了自己的心思，自己其实十分在意这一次田径运动会。说到底，王玉央太普通了，没有任何引人注目的地方，任何胜人一筹的地方。万一跑好了，也许结果就不一样了，老师对自己刮目相看也说不定。要是细说起来，玉央长这么大只是做成了一件事，那就是考上了师范学校，着实风光了不止1-2天。玉央考上师范学校，轰动了王家庄。学校里的老校长打开了王玉央的录取通知书，一眨眼的功夫，消息在王家庄转了好几圈。王玉央？哪个王玉央？村子里的社员到处问。社员们花了很大的力气，才把王玉央这3个字和王莲芳的7丫头联系起来。王莲芳一共有7个女儿，可是除了大女儿玉米、3女儿玉秀，别的都太一般了。
说起来，玉米和玉秀他们离开王家庄也10来年了。上了岁数的人还记得，那时候玉央的一家可不是现在的这个样子，丫头们个顶个的，随便一站都虎虎生风。王莲芳也不是现在的老酒鬼，而是王家庄的村支书。王支书在高音喇叭里说话的时候派头可大了，动不动就是我们共产党，动不动就是中国共产党王家庄支部，就好像他每顿饭都能吃一只牛逼，牛气得很。听王莲芳说话，你会觉得王支书从来都不是王家庄的人，而是千里迢迢的、枪林弹雨的、艰难险阻的，经历了雪山与草地、长江与黄河，最后才来了。王玉央是王莲芳的老妻，一个幺妹子。依照常理，玉央应当是全家的宝贝疙瘩，情况却不是这样。生下第7个女儿之后，王莲芳不依不饶，重新鼓足了干劲，回到床上又努了一把力气，终于生了个小八子，是个男的。这么一来，幺妹子很不值钱了。充其量只不过是做父母的为了生一个男孩子所做的预备，一个热身，一个演习。一句话，玉央是一个附带，天生不讨喜，天生招父母的怨。事实上，玉央并不是他的父母带大的，起先带玉央的是他的大姐玉米。玉米出嫁之后，玉央只好搬到他的爷爷奶奶那边去了，是爷爷奶奶一手把玉央拨弄大的。